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 A1 的表达式。那么 A1 的表达式是什么东西呢？A1 的表达式啊，其实是 A1 内部基于 JavaScript 编程语言开发的一个编辑工具。表达式的语法呢，都是源自于 JavaScript 这门语言的啊。懂编程的小伙伴在学习起来肯定会很轻松，但是不会的话，问题也不大啊。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简化版的编程过程，记住固定的几个词啊就行了啊。但是如果想把表达式学精的话，对于初学者来说，也许可能会很难。我这边建议大家目前还是以了解为主啊，因为表达式对于角色动画用到的不是很多啊。那么我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是表达式啊。好，我们先新建一个合成啊，1920乘以1080点确定。然后呢，我们来新建一个矩形，点这里啊，有个矩形工具。矩形工具，我们来绘制一个矩形。好，绘制完矩形之后呢，我们要把矩形的这个锚点啊移动到矩形的中心位置。我们之前讲过怎么移动的。我们点这里啊，有个锚点工具，我们点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再选中这个图层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的锚点啊移动到它的中心位置啊。好，移动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切回到选取工具。这时候啊，我们要想把这个矩形啊进行一个旋转，怎么旋转啊？我们之前讲过啊，键盘上的 R 键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选中这个图层，点一下键盘上的 R 键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旋转属性就打开了啊，旋转属性就打开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只要对它的旋转属性啊进行 K 关键帧，它就可以转起来了啊。好，在 K 关键帧之前呢，我们把这个时间轴啊去放大一些啊，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，然后滚轮中间滚起来，把它放大一些。好，现在就可以了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在第0秒钟的位置给它打上一个关键帧，点一下啊。然后我们在第3秒的位置对它进行一个旋转，旋转个2圈吧啊，2圈。好，我们播放看一下啊。键盘上的空格键就是播放键啊，我们点一下空格键。好，这时候我们看到呢，矩形呢它就转起来了。但是我们发现啊，它3秒过后啊，它就不转了，它就停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关键帧呢只打在了前3秒钟，3秒过后就没有关键帧信息了，所以它就不转了。如果我们想要它继续转起来呢，我们必须要在后面继续打上关键帧。好，后面呢继续打关键帧。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，后面要打好多关键帧是非常繁琐的啊。但是有没有更快捷方便的方法呢？答案当然就是有的啊。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表达式啊，表达式。好，我们把后面2个关键帧删掉。那么表达式怎么用呢？来，我们看这里啊，这里有个秒表啊，秒表看到没有？我们普通的点一下的话是打关键帧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，在左键点一下它，好，点完之后我们就发现啊，右边这个地方多了一串英文数字，不是英文字母。这个呢就是表达式书写的位置啊，这个就是表达式书写的位置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的几个表达式啊。我们把这个删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表达式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时间表达式 ，time 星号乘以 x。好，我们把它复制一下。复制完之后呢，我们打开旋转的表达式，把这个删掉啊，然后把刚刚复制的给粘贴进来啊。time 就是时间的意思，星号后面一个 x， 这个 x 呢就代表多少圈的意思。我们比如打上一个360。现在呢，这个表达式就是每1秒钟旋转360度的意思啊，每1秒钟旋转360度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关键帧给删掉啊，只留下这个表达式。好，我们播放看一下，按一下空格的播放键，看到没有？
我们现在没有给它打关键帧哦，只是利用表达式，它就会进行无限的进行这样的旋转，每1秒钟旋转360度。当然我们这个表达式可以改一下啊，我们空格暂停一下，比如说我们360度改一下，改成200。好，这样就代表每秒钟旋转200度啊。好，我们播放看一下啊，是不是比刚才的要慢一点啊？对吧？比刚才的要慢一点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时间的表达式。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另一个表达式，叫做振动表达式，就是这个 Winger 啊，把它复制一下啊，复制一下。然后把这个表达式给删掉啊。Winger 表达式呢，作用在它的移动属性上。我们打开这个图层的移动属性，按下键盘上的 P 键，这时候它的位置属性呢就调出来了啊。我们打开位置的表达式，怎么打开它？我们刚刚怎么打开它？是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啊，点击一下左键，好，这时候就调出来了。我们把刚刚复制的给粘贴进去。这个 Wiggers 呢，后面有个 X 跟 Y 啊，这个 X 跟 Y 是什么意思呢？啊 ，X 表示每秒钟的振动频率啊。Y 表示呢，每次振动抖动所偏离的像素量。我们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 X 啊改一下，改成20啊 ，Y 改成30。好，现在就改成了 Winger (括号20逗号30括号).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。我们按下播放键。好，发现没有？这个小正方形啊，就开始不停的抖动了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修改一下的数字，看一下啊，把30改成200吧。好，200。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，发现没有？改成200之后，它抖动的范围啊更大了啊。看到没有啊？我们把它暂停一下，再改回去啊，改成一个30，20呢改成100啊。好，我们再播放看一下。改完之后，我们发现它抖动的频率更快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说这个就是100，就是它抖动的频率，后面这个30呢，就代表它抖动的一个范围大小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以上呢讲的这2个表达式呢，都是比较简单的啊。当然也有些比较复杂的，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反弹表达式，看又臭又长啊，又臭又长。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把它复制一下。这个表达式呢，要作用在关键帧上面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先给这个方块打一个关键帧啊。我们第0秒钟先打一个关键帧。然后我们来到第15帧的位置啊，打上一个关键帧，把它移下来啊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小动画啊，落下来的一个小动画。我们播放看一下啊。好，很平淡无奇啊，很平淡无奇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给这个位置加上刚才我们复制的这个表达式啊。我们 Alt 键按住，点一下左键啊，把这个删掉啊。然后把刚刚复制的粘贴进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好，全都粘贴进来了啊。我们点播放看一下啊。好，看到效果没有？它落下来的同时啊，在地面上反弹了几下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个呢就是反弹表达式啊，比较复杂，大家呢只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，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当然呢，除了以上讲的这几种表达式啊 ，A 中也存有表达式一些预设啊。我们看这里一个箭头啊，我们点一下，这里面呢有很多预设的一些表达式，大家可以自行的去研究一下啊。当然，我们也会把一些常用的表达式啊放到我们的学习群里面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啊，了解一下。